程毅的表演到底神妖路子、方法派、体验派，还是他自己也说不清。所有人都在说程毅是方法派，但我要说，这个标签贴得太草绿了。你打开任何一篇关于程毅演技的分析文，10篇里有8篇会提到方法派这3个字。微博上、知乎上、豆瓣上，粉丝也好，路人也好，甚至一些专业剧评人也会说，程毅是典型的方法派演员。但我今天想说的是，这个定义可能从根上就不对。不是说程毅不好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他的东西比方法派3个字能装下的要大得多，复杂得多，也珍贵得多。而且说实话，内娱现在动不动就给演员贴方法派、体验派的标签，这件事本身就挺让人哭笑不得的，好像给人分了个门派，就算理解了演技似的。今天这期，我不想聊程毅演技好不好这种已经被说烂了的话题，我想聊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，程毅到底是怎么演戏的？他的方法论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能做到所谓的巨抛脸？而且我今天用一个结构，一层一层往里包，从表面到内核。你看完之后可能会发现，程毅这个人比你以为的要有意思的多。行，开始。第一层，先说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。打开程毅的作品列表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，这人演的每个角色气质完全不一样，不是换了衣服换了发型那种不一样，是你盖住演员名字，有时候真的要反应一下才知道是同一个人。雨丝凤是隐忍到骨头里的深情，李莲花是看透世事之后那种轻飘飘的通透，带着点不在乎的温柔，应渊是压低潮汐一样的呼吸感，萧秋水是少年气，谢怀安呢？那是被仇恨堆出来的一具会动的棋局。这就是大家说的巨抛脸，但巨抛脸只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问题是他怎么做到的？你如果只停在这一层，你看到的就是程毅演技好，一人千面。行，没错，但这跟你看完一道菜说好吃一样，对，好吃，然后呢？所以我们往下挖。第二层是他准备角色的那些具体方法，这部分信息其实散落在各种采访里，但很少有人把它们拼在一起看。拼完之后你会发现，这人干的事儿，怎么说呢，有点笨，但是那种让人特别尊敬的笨。先说莲花楼，李莲花这个角色有一段是失明状态，一般演员怎么演失明？练练眼神涣散，找找不聚焦的感觉，差不多就得了。程毅呢？他连续3天蒙着眼生活，不是片场蒙一下，拍完摘掉，是真的在日常里蒙着，去感受看不见的时候身体怎么补偿，手会下意识先探什么位置，走路节奏怎么变。地牢戏拒绝替身，铁链拖拽把手掌磨出血。那场经典的红绸剑舞，拍了17条，拍到手腕渗血。你说这是敬业？对，但不只是。再说长安24季，央视专访的时候，他自己讲了一个细节，谢怀安重逢妹妹那场戏，他设计的是表面冷静克制，但指节因为紧握而泛白。这个细节镜头上不一定能拍到，但他说他必须让自己的身体是对的，身体对了，情绪才是对的。这个思路就有意思了，等一下我展开说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在演沉香如屑的时候，里面有3个身份，应渊、玄烨，还有一个状态。他用了什么方法区分？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有点悬，他用不同的香味，应渊用檀香，玄烨用雪松香，另一个状态用草木香。换装之前先喷对应的香水，用嗅觉触发角色代入。你想想，这套东西已经不是方法派或者体验派能简单归类的了。它不是纯粹在用情感记忆去代入，那是经典 method acting 的路子。它也不是完全理性设计，那是更表现派的做法。它用的是身体、嗅觉、触觉、呼吸、肌肉记忆，整个感官系统。有人管这叫五感联动表演法。说实话，这个名字是不是他自己起的，我不确定。但不管叫什么，
这套东西挺独特的。好，到这里你知道了它的准备方式，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。第3层，这层我要聊的是诚意表演真正的底层逻辑是什么。我去翻了他很多采访，从2020年到2025年，跨度5年，说了很多话，但有几句反复出现，我挑出来给你们看。第1句，不演则已，决定演了，这就是一种责任。你有责任去相信他，喜欢他，然后你才能成为他。第2句，自己的方法是提前把功课做好，真听真看真感受。第3句，拍戏归根结底是人性。这3句话放在一起看，你就能看到它的底层逻辑了。先说相信这个词，它不是说理解角色，也不是说分析角色，它说的是相信。这个词选得很讲究，分析是头脑的事，相信是整个人的事。方法派强调从外部技术构建角色，体验派强调从内心情感体验角色。但诚意这个相信，其实是把自己变成一块空白画布，先清空自己，再让角色写上来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蒙眼3天，为什么要用不同香味。那些不是方法，那些是他在帮自己建立相信的条件。嗅觉、触觉、身体痛感，都是在告诉他自己的潜意识，你现在是这个人。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好莱坞经典的 method acting， 丹尼尔、戴·刘易斯那种是有名的下不来。演完林肯就一直是林肯的状态，剧组所有人必须叫他总统先生。希斯·莱杰演小丑之后精神状态出了问题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但你看诚意，他自己说得很清楚，导演喊停就立马跳脱出来。他在片场之外是那个会兴奋喊我今天穿新衣服了的大男孩，会唱歌跳舞活跃气氛，挨打拍完了揉揉伤处就高高兴兴换衣服。这说明什么？他的进入是深的，但他的退出也是可控的。他不是被角色吞噬，他是主动选择走进去，然后知道怎么走出来。所以你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方法派 vs 体验派的争论，有个剧评人写得特别好，我引用一下。他说，方法派代表着诚意作为演员的素养，是为了角色兜底，而体验派则代表了作品的可能性，可能达到的上限。他说，诚意是方法跟体验派的结合。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，但我想再往前推一步。我觉得诚意真正的核心不是方法，也不是体验，是诚实。对角色诚实，对自己的身体诚实，对观众诚实。他不是在表演悲伤，他是在那个时刻让自己真的经历那个情绪，同时用理性控制住表达的分寸。这2件事同时发生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哭戏特别能打动人。不是哭得惨，哭得大声，而是你能看到一个人在忍，是那种压下去又压不住的感觉。莲花楼里李莲花伪装自己的那场戏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你能同时看到忍不住悲伤，努力压下去，最终压不住这3层。他自己有个说法我印象很深，他说，就是你多付出一点，你多干点活，准没错，特别朴素，没什么深奥的理论。但你把这句话放到他的表演里去，他确实就是这么干的。别人准备3层，他准备7层。别人研究角色心理，他连角色纹什么味道都研究。别人设计3个表情，他设计3个表情，加上手指关节的力度和呼吸的频率。这不是什么玄妙的天赋，这是，算了，直说吧，这就是一个认真到有点轴的人，用了10几年时间，一层一层往上垒出来的东西。好，最后一层，第4层，我想聊聊诚意这套东西放在整个内娱的大环境里意味着什么。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，但算了，直说吧。内娱这几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大家开始卷演技了。以前卷流量，卷热搜，卷番位，现在开始卷谁演技更好。这当然是好事，但问题是，很多人卷的不是真正的演技，卷的是看起来演技好。什么叫看起来演技好？就是找一个反差大的角色，演一场爆发力很强的哭戏，
然后把片段切出来放到短视频平台上传播。30秒，够了。观众一看，哇，演技炸裂。但你把整部剧看下来，可能就那30秒能看。程毅不是这种路子，他的演技不是炸裂型的。你看他的片段截图，很多时候，老实说，不是那么出图。因为他的东西不在一个瞬间，在整条线上。李莲花的魅力不是某一场哭戏多好，是你看了40集之后回过头来，发现他从第1集到最后1集，那个角色的呼吸节奏、说话方式，甚至走路姿态都是一套完整的、自洽的体系。这种东西短视频传播不了，30秒装不下，你必须沉下来看完整部剧才能感受到。所以你说程毅的方法论对行业意味着什么？我觉得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。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在这个30秒定生死的短视频时代，依然有一种慢功夫是有市场的。2025年，他3部剧总播放量破40亿，这不是靠1-2个爆款片段，这是靠观众真的愿意花时间坐下来看完一部剧。央视2025年11月公开点名说程毅的文戏比武戏还要带感，这个信号其实挺重的。行业评价体系在转向，以前你说一个演员好，标准是带获利微博超话排名商务价值，现在起码在官方层面开始用演技来说事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莲花楼的原著作者收到程毅写的人物分析之后，注意，不是几句话，是好长好长好长的分析。他说了一句话，语感很流畅，很自然。我对写得好的人有天然滤镜。你想想，一个原著作者被一个演员写的人物分析打动了，这说明程毅在准备角色的时候，不只是在研究，他是在创作。他是把自己当成角色的另一个作者，在跟编剧、跟原著作者对话。这个层次，在内娱的生态里，我说实话，这部分我不好说的太绝对，但我个人的判断是，能做到这一步的，扳着手指头数得过来。而且更让我觉得值得聊的是，这套方法论他是自己摸出来的，他不是科班出来就这样。2011年刚入行的时候，演的是没有台词的龙套侍卫，中间还被综艺导师当面说不适合做演员。他后来怎么说这件事的？年轻的时候总是要经历很多否定的，大家都一样，一句话带过了。但你看他从2020年琉璃到2025年长安24季，5年之间表演的成长，那不是天赋可以解释的。那是一个人在每一部戏里面不断找方法、试方法、优化方法，然后把这些方法内化成本能。他在用实际行动去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表演系统。这个行业太多人在追所谓的天赋叙事了，他天生就会演戏，他一出道就是影后级别。说白了，这种叙事对勤奋的人不公平。程毅的路子恰恰说明，没有谁天生就是好演员，但一个足够认真、足够有方法，而且足够诚实的人，可以把自己练成好演员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说回方法派这个标签，我开头说了，我觉得这个标签太小了。方法派是一个西方戏剧传统的概念，它有它的语境，它的训练体系，它的理论框架，把它直接搬到程毅身上，不能说错，但不够。如果非要给程毅的表演方法起个名字，我的个人看法，我会叫它相信型表演。核心是相信，相信角色是真实存在的人。为了让自己相信，调动一切手段，理性分析，身体训练，感官刺激，情感记忆，甚至是一瓶香水。最终目的不是看起来像，而是在那个时刻就是。但同时，始终保持职业演员的理性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出，每一帧的情绪分寸在哪里。这个东西如果硬要归类，可能比较接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提的形体动作方法，就是从身体出发，先让身体相信，然后情感跟上来。但程毅不一定读过斯坦尼的晚期理论，他更可能是自己在实践中摸到了那个点。
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，就是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到底学的哪套体系？中戏吗？斯坦尼是根基，但每个老师教法不一样。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但不管理论上怎么归类，结果摆在那里。这个人演了超过10个完全不同的角色，每一个都有独立的生命力。从仙侠到武侠，从都市法律剧到权谋复仇剧。他不是那种只能演一个类型的演员，他是真的在每一部戏里重建自己。2026年，他还有2京15日和英雄志待播，一个是马伯庸小说改编的明朝太子，一个是武侠经典，又是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挺期待的，因为按照他的方法论，每换一个角色类型，他会重新建构一套全新的身体语言和感官系统。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一个让人认不出来的程毅。好了，最后我想用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视频。这句话是程毅自己说的，他说，就是因为难才做，不难做他干嘛？没有华丽的措辞，没有深奥的理论，但你把这句话放到他10几年的职业生涯里去，从龙套到被否定，从被否定到隐忍，从隐忍到爆发，从爆发到沉淀，这9个字解释了所有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期聊得有意思，点个赞吧。想看我接下来拆解他在2京15日里的表演，可以关注一下。各位，下期见。